泰拳王子波球为什么被称为泰拳王子？那是因为其仅凭一双铁腿便打得世界拳坛为之震撼，踢断一棵香蕉树更是拿手把戏。可以说，从他出道以来就不知道书字怎么写。来到中国之后，更是展现了其惊人的搏击天赋，接连击败数十名中国搏击猛将。然而，就连他的弟子都是凶悍至极，一脚将中国小将踢死擂台。自此，也彻底惹怒了我国拳坛猛将邱建良，当即向波球发出挑战，并表示一定要为自己的同胞报仇雪恨。刚才有人喊出了我的愿望，现在我想跨级别跟波球来一场挑战赛。不料泰拳王子波球竟避而不战，反倒是泰国拳坛为了应付邱建良，派出了另一名猛将，此人实力极强，即便是对上拳王波球，他都能够与其打得难解难分，甚至平分秋色。赛前更是扬言，区区一个邱建良根本不够他塞牙缝的。他表示，就算派出整个中国拳坛都不够他打的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直接进入比赛，看一下这场焦点之战到底会碰撞出怎样激烈的火花。非常的老道啊，对，移动并不多，恰好躲开你的拳。拳击是以动作小而著称的，这个细节这个格斗术是。所以说，对于两位选手来说呢，其实场上都需要适应。刚才呢，这个我们的主持人郭成文先生也说到了，那王晨也得适应一下这个六角形的场地到底是什么样子，就比较难把对方切在死角里面。对。可以看到，两人的对局依旧是十分的焦灼，对手始终占据主导位置，看得出来，他也是完全没把邱建良给放在眼里。但殊不知，这场比赛将成为他一生的遗憾。因为邱建良的实力完全可以说，就算是对上波球都有一战之力，更别提对手不是波球了。是的一点，一旦拖到这个8回合之后，这个一漂亮，大王有点站不住了，是有点懵。邱建良有机会，而且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，邱建良本身他是这个脚下的步伐和进攻线路非常灵活诡异的样子。两个人赌了一下重击，对，就是打拳击的话呢，也有优势在。这个4回合的比赛，我觉得对于纳荣邦神来说没有太多的这个拳击经验和战术可用，因为回合数比较少。可以看到，两人的进攻欲望还是十分强烈的，都蠢蠢欲动，想要在对方的手里拿到便宜。邱建良更是凭借着自己极强的灵活性与极高的拳商，稳稳占据领先位置。不过还是要小心一些，因为对手的实力同样很强。在赛前呢，邱建良说自己会担心，两个人如果对攻特别激烈的情况下，可能会出腿。对，我刚才也在想说，现在我其实最担心的是，我都替邱建良捏着一把汗，就害怕这个，就有时候这个本能啊，这个训练习惯应激反应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，害怕他出现违规动作。对，所以说我说对于邱建良来说，其他的我们都可以先放一边，最重要的是这个规则，规则，这是一训练习惯的问题。没错。这个大家举一个例子，尤其是戴眼镜的朋友，你就知道，有时候你不戴眼镜的时候，你也会去推眼镜啊，不自觉的动作。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经过首回合的对拼，邱建良目前也是稳居领先位置，并且对对手的打法风格也是已经有所了解。这回合不出意外的话，邱建良应该还是会继续延续自己的战术打法。废话少说，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。而把邱建良的重心压下来。对，漂亮，前后手。纳荣邦辰脚步有点追不上邱建良，所以打他身体，把他定住，然后再去输出。纳荣邦辰非常有经验啊，这是他的一个很聪明的选择和打法。邱建良做的这个快拳还是很不错的，漂亮一上勾，想要打补，邱建良走过去了。纳荣邦辰的拳法还是有这种典型的泰式选手的这种风格，对重击更在意。可以看到，两人的对局依旧是焦灼无比，但是很明显，邱建良的实力是要比对手更强一些的，因为他的打法相比于对手更加的灵活，在命中率以及出拳频率，邱建良还是占据着上风的。接下来只要延续自己的战术打法，我完全想不到邱建良怎么才能输。对，尤其是其实刚才我们就是一直在提到的，就是关于他的这个习惯的这个训练，在平时训练当中呢，已经就坚决不用腿。而拳法作为格斗术里边
最重要也是最需求、最基础的技法呢，其实很难练。对，这很难练。高平勾，漂亮，又2次，纳尔芒辰后退了，站不住了，有一些晃。哇，邱建良这次的拳击赛给我们带来了挺多的这个精彩的部分。对，要知道这场比赛，邱建良可是跨界挑战那荣邦辰，从自由搏击到拳击擂台，邱建良是并不占据优势的。不过两人的表现确实恰恰相反，反倒是对手被邱建良给稳稳压制。即便他始终占据主导位置，但却依然在邱建良手里占不到的任何便宜。的角度的选择，他的灵活的躲闪，快速的变现，以及敏捷的步伐，确实是非常优秀。是。但是纳荣邦辰这个老将还是很不错，虽然有2次被打的有一些摇晃，但是很快就找到了状态，并且把状态前压。是，虽然说这个好汉不提当年勇，但是纳荣邦辰在巅峰时期，在整个亚洲啊都是这个睥睨群雄的。断了一拳，是。比赛进入到最后一个回合，邱建良此时也是手握大量优势，完全可以说，只要接下来不被对手 KO， 邱建良就能轻易拿下比赛胜利。废话少说，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。84个回合的厉害。好，还是非常友好的。是。在场上我们看纳荣邦辰确实整个的状态也是相对比较松弛，是很可怕。对这个呢，还是一个老将啊，他所头先冲了是，就因为丰富的比赛经验啊，这个来决定场上的这种心态和状态。打得多了，这种你要让他抓到一个机会啊。非常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对手的状态很不对劲，不得不说，邱建良的抓机会能力实在太强了。即便是跨界参加比赛，依然有着近乎碾压的实力，将对手打到如此惨状。好一些，打活上勾，哇，漂亮！又一次读秒。因为是职业拳击规则的话是没有这个累计回合几次的，是一直到拳手或者裁判认为无法比赛。是。还要打，好，邱建良应该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继续，好了，击倒，结束了，裁判直接终止了比赛，邱建良手起刀落，成功拿下比赛胜利。完全没想到这场比赛竟会以这种方式结束，不得不说，邱建良的实力实在太强了，让我们恭喜邱建良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观众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